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特朗普在3月18号公布了数千份与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有关的记录，称这些记录此前已被保密，许多与肯尼迪遇刺事件有关的文件已被披露，其中包括拜登政府期间发布的13000份文件。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解读一下这8万页的文件究竟讲了些什么，又揭开了哪些秘密。此前，特朗普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公开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案中尚未解密的机密材料。多年以来这些材料一直备受公众期待，许多人猜测其中可能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因此一直被封存。而特朗普此次决定公开这些文件也并非一时兴起。事实上，早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就曾考虑公开过这些材料，但当时遭到了司法部门的强烈反对，最终此事是不了了之。如今特朗普再次推动这一举措，随着特朗普第2个任期的开始，他再次下定决心要将肯尼迪遇刺案中那些尘封已久的机密材料公之于众。这一决定无疑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这些被长期封存的文件是否真的能揭开肯尼迪遇刺案的真相？是否能够解答多年来困扰公众的种种疑问？这些文件究竟揭示了什么？是否有关刺杀事件幕后黑手的关键线索，还是仅仅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将逐一分析。2025年3月18号，美国国家档案馆正式对外公布了前总统肯尼迪遇刺案的相关记录。档案馆在声明中表示，此次解密工作是依据总统第14179号行政令的指示，与联邦政府各机构通力协作完成的。从即日起，公众可以通过国家档案馆的官方网站在线查阅这些解密文件，同时也可以前往位于马里兰州学院公园的市立国家档案馆查阅相关的副本及其他辅助材料。这一举措为研究者和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深入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进一步探索肯尼迪遇刺案的真相。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在公开肯尼迪遇刺案相关材料时，宣称总共有8万页文件将被完整披露，而且不会进行任何编辑、删改或涂黑处理。然而事实情况却与此承诺大相径庭。公布的资料中，许多页面出现了大量的涂黑遮蔽。每日邮报进一步指出，这8万页的文件中，不少档案因年代久远、扫描质量极差、字迹模糊不清，甚至难以辨认，尤其是一些手写记录，由于书写潦草，几乎无法解读。而更令人失望的是，尽管特朗普政府曾明确承诺不会对文件内容进行任何涂改，但许多档案中仍然存在大量被涂黑的部分，遮蔽了关键信息。这种处理方式不仅违背了最初的承诺，而且也让公众对文件的完整性和透明度产生了深深的疑虑。无论这些文件是否存在涂黑，至少8万页的资料是被公之于众了。那么这些文件中是否包含一些值得关注的内容，为肯尼迪遇刺案的真相提供新的解读呢？根据历史学家的初步分析，尽管这些资料不太可能彻底改变对遇刺案的整体认知，但是他们可能会提供更多的细节，尤其是关于枪手里哈维·奥斯瓦尔德在刺杀前的活动轨迹，以及他与古巴和苏联情报机构之间存在的潜在联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份来自中情局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记录了1991年11月，一位中情局官员通过一名美国教授结识了一名苏联科克勃官员的经历。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当时的背景1991年，苏联已濒临解体，许多苏联员工，包括科克勃特工，都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因此，中情局通过了一位美国教授与科克勃官员建立联系，并不意外。在双方进行接触之后，这名科克勃的特工声称自己看过有关奥斯瓦尔德的5大卷文件，并确定他不是受科克勃控制的特工，而科克勃也在调查这个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最新解密文件中，关于里哈维·奥斯瓦尔德在墨西哥城的活动成为了研究肯尼迪遇刺案的关键线索之一。根据中情局的档案记录，1963年10月，也就是肯尼迪遇刺前的1个多月，奥斯瓦尔德曾前往墨西哥城，并在那里进行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活动。他先是试图和古巴和苏联驻墨西哥城的外交机构接触，尤其是他曾多次访问苏联大使馆以及古巴领事馆，试图获取前往古巴的签证。
这一系列行为引发了广泛猜测，许多人认为奥斯瓦尔德可能与外国情报机构存在某种联系，甚至可能是受其指使的。尽管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证明这一点，但这些新解谜的文件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细节，使得奥斯瓦尔德在墨西哥城的具体行踪和意图成为了解开肯尼迪遇刺案谜团的重要突破口。这些线索呢，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他背景的了解，也为进一步探索刺杀事件的幕后动机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根据解密的电报和备忘录显示，奥斯瓦尔德多次和古巴大使馆和苏联领事馆接触，试图获取前往古巴和苏联的签证。在古巴大使馆，奥斯瓦尔德表现得极为急切，向工作人员反复强调自己的政治立场，并表达了对古巴的支持，并试图以此说服对方加快签证的办理进程。中情局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奥斯瓦尔德在与古巴大使馆官员的交谈中提到了自己在新奥尔良的活动经历，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美国政府的不满。这些言论不仅反映了他对古巴政权的同情，也暗示了他可能试图通过古巴寻求政治庇护或其他支持。更为关键的是，10月4号，奥斯瓦尔德与一名疑似苏联特工的人员进行了长时间会面。虽然这次会面的具体内容尚未完全公开，但从 CIA 的备忘录中可以推测，双方讨论了奥斯瓦尔德前往苏联的可能性。奥斯瓦尔德向对方明确表示，他希望能够在苏联生活和工作，并特别提及了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技能，似乎试图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些细节不仅揭示了他与苏联之间的潜在联系，也成为了他在肯尼迪遇刺案中的角色提供了新的线索。尽管这些信息尚未完全解开谜团，但他们无疑为理解奥斯瓦尔德的动机和背景添加了重要的历史拼图。总的来说呢，奥斯瓦尔德和古巴还有苏联的接触记录，引发了人们对他和这两个国家之间潜在关联的深入思考。一些研究者认为，他可能受到了古巴或苏联的指使，参与了针对肯尼迪总统的刺杀行动。这种猜测基于他和两国外交机构的频繁接触，以及他对两国政权的公开支持。然而，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接触可能仅仅是奥斯瓦尔德个人的政治诉求，反映了他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与刺杀事件并无直接关联。此外，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在肯尼迪遇刺案文件的处理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这些机构对部分文件进行保密的主要理由是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在解密的文件中存在大量被涂黑的段落，这些被遮蔽的内容据推测可能涉及情报机构的秘密行动、特工身份以及敏感的外交信息。尽管这些涂黑部分引发了公众对透明度的质疑，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些文件可能包含高度敏感的信息。无论如何，这些解密文件为研究肯尼迪遇刺案提供了新的线索，同时也让人们更加关注情报机构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尽管真相呢可能仍然扑朔迷离，但这些文件的公开无疑为解开这一历史谜团迈出了重要一步。另外，联邦机构的内部备忘录显示， CIA 和 FBI 担心某些信息的公开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例如，关于奥斯瓦尔德和苏联特工接触的详细内容可能会暴露美国情报机构在苏联的情报网络。对比特朗普2届任期内的解密文件，可以发现明显的差异。在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在情报机构的说服下，对部分文件进行了保密处理；而在这次解密行动中，虽然宣称无删减公开，但仍有部分文件存在涂黑和修改的情况。这表明情报机构在文件解密过程中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这次事件呢，之所以能引起广泛讨论的原因之一，便是肯尼迪遇刺案一直以来都是阴谋论的温床，几乎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而这次文件公开后，政府掩盖真相、外部势力介入等阴谋论进一步强化，并且广泛传播。社交媒体上关于肯尼迪遇刺的阴谋论帖子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吸引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对于这些阴谋论进行分析，使得争议不断升级。有观点认为，政府故意删减和修改文件内容是为了掩盖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指出，文件中大量的涂黑段落就是政府掩盖真相的证据。还有人认为，外部势力比如古巴、苏联都介入了刺杀行动，而政府为了避免引发国际争端，选择了隐瞒真相。历史学家对这些文件的局限性也提出了评价。
他们认为，虽然这次解密的文件数量众多，但其中很多内容可能已经被情报机构进行了2次筛选和处理，无法完全还原事件的真相。一些关键信息的缺失和模糊，使得人们更容易陷入阴谋论的猜测中。例如，关于奥斯瓦尔德和古巴苏联接触的具体细节仍然不够清晰，也阴谋论的传播提供了土壤。解密文件为重新审视1960年代美苏对抗、肯尼迪遇刺事件调查的潜在干扰提供了新视角。在冷战的大环境下，美苏之间的情报战和政治博弈异常激烈，古巴导弹危机更是将两国关系推向了紧张的顶点。肯尼迪政府在这场危机中面临着巨大的外交困境。解密文件中涉及苏联情报人员的通信记录显示，当时苏联对美国国内政治动态是高度关注。在肯尼迪遇刺后，苏联情报机构迅速展开了对事件的调查和分析，这表明苏联可能担心刺杀事件背后隐藏着美国的某种战略意图。而美国情报机构在调查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将苏联视为潜在的嫌疑人。例如，一些证据可能因为与冷战背景下的政治立场而被忽视或误判，使得肯尼迪遇刺案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总的来说呢，对于这次公开事件，特朗普政府宣称的无删减公开承诺，在实际执行中面临了诸多挑战，效果也大打折扣了。尽管国家档案馆公开了600万页的相关材料，但仍有部分文件存在涂黑、修改情况。这表明情报机构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信息进行了干预。从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的无删减公开并没有完全实现。随着情报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档案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现代信息技术使信息的储存以及传播更加便捷，也增加了信息泄露的风险。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如何确保历史档案的透明度，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联邦法官对公民隐私权的司法解释也为档案解密带来了一定的限制。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可能会因为保护公民权益而被保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档案的完整性和透明度。特朗普政府在推动解密行动时，需要在满足公众对历史真相的诉求和保护国家安全、公民隐私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剩余数千页机密文件呢，仍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些文件可能包含着关于肯尼迪遇刺案的关键线索，能够进一步揭开事件的真相。对于这些未解的档案的研究，有望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这一历史事件，并且通过长期追踪和研究这些未解的档案，我们有望揭开肯尼迪遇刺案的神秘面纱，让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